多伦多休整一段时间后，我正在准备为期2个月的新旅行。你好，我是 Easy Fish， 我卖了国内的汽车房产，开始了全球旅居生活。这次旅行跨州、跨国家、跨冬春2季，从芝加哥、东京、北京再到马赛，居住环境不停地更换。我想分享一下我如何在陌生或者熟悉的城市中坚持安稳的生活。首先，我在选择衣服上下了一番功夫。以前我的旅行箱里总会有那么几件从始至终就没碰过，这次我就精心挑选了20件黑白米灰色系的，都是基础款式，这样可以保证我2个月的穿搭不会重样。正是春节期间，芝加哥、京都是亲朋好友相聚。选择马赛是因为去年的一日游印象不错，加上4月的南法气候舒适，民宿的价格也挺有吸引力，于是就决定住一段时间。尽管只是停留4晚，我们还是租了车。这2年一直在欧洲旅行，许久没有在这么宽敞的道路上痛快地开车了。好友家里舒适的环境、可口的菜肴，让我们很快就放松下来。今天要开车80多公里去看我的另一位好友。朋友家的地下室里有一批我10多年前在芝加哥生活时收藏的物品，眼前的这个4大箱子里都是，现在看我还都挺喜欢的。可惜朋友要搬家了，我决定把它们割舍了。我现在四处旅行，经常移动，等以后安定了再说吧。所有的收藏都淘汰掉了，就留了这一套小杯子。上次我们到瑞士的，今天是去芝加哥一处老年公寓，拜访家族里的一对老人，他们80多岁了，现在在这里生活已经10多年了。老年公寓的环境也很好，这里社区服务挺细致的，老人有自己的独立空间，也有丰富的社交活动，居住、看病、检查都是免费的。我们也年近60了，也在考虑未来究竟在哪里养老，他们的生活状态也是一种参考吧。
今天的聚会相当于年夜饭。我们这群朋友在北京生活时就经常聚会，男主人厨艺一流，女主人坦诚健谈，两人见多识广，品味出众。他们就像一个小宇宙，吸引了众多朋友在他们身边。现在我们在芝加哥他们的家中再次相聚，城市变了，但我们的友谊依然深厚。我很喜欢芝加哥 downtown， 以前都是开车进城，坐火车进入还是第一次。一大早出来，感受了一下都市早高峰的节奏。经过全球最大的星巴克，进去吃个早餐吧。Would that be for here or to For go? here. Of course. Your name? Easy Fish。 Thank you. 以前总想把喜欢的精致带回家，现在觉得在这里坐着喝上一杯，感觉过这阵咖啡香就行了。走在芝加哥这种现代工业的巅峰里，感觉自己变得渺小了。但有点奇怪的是，我并没有压迫感，反而沉浸在这种克制的秩序的工业美感中。芝加哥建筑的美在于它没有一根线条是废话，这种感觉和我现在的日子挺像的。这几年四处旅行，我一直奉行 less is more 的生活理念。当我严格控制旅行中携带衣物的数量，当我把地下室10多年的收藏从生活中剥离出去，仅留下唯一的一件物品时，我的生活正在变得轻盈。这样的轻盈让我可以适应多变的环境，让我觉得尽管城市在变，但日子照过。